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唔少投資者持有四大國有銀行收息，今集就分析四大國有銀行嘅派息能力。開始呢集影片之前，如果你對深度分析財報有興趣，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同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今集嘅主要內容包括為四大國有銀行進行資本要求測算，去判斷邊一間銀行派息能力嘅持續性最強。第二係為四大國有銀行2023年嘅業績做一個比較。以下我解釋資本要求測算嘅每一個步驟，咁大家以後就可以用嚟為自己持有嘅銀行做同樣嘅測算。第一步係揾出監管對每間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嘅要求。四大國有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嘅要求都係9%。第二步係揾出2023年每家國有銀行實際嘅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2023年每家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係工商銀行13.72%、中國銀行11.63%、建設銀行13.15%、農業銀行10.72%。第三步係計算出每家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高出監管要求嘅水平，稱為超額資本水平。每家國有銀行嘅超額資本水平分別係工商銀行4.72%、中國銀行2.63%、建設銀行4.15%、農業銀行1.72%。咁可以睇到，工商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比監管要求超出最多，而農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只係比監管要求高咗1.72個百分點。第四步係計算2023年每家銀行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長率。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長係會消耗核心一級資本嘅，因此風險加權資產增長越快，咁消耗核心一級資本嘅速度就越快。2023年每家銀行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長率分別係工商銀行10.87%、中國銀行10.54%、建設銀行13.29%、農業銀行12.46%。每年銀行嘅業務都係想有增長，因此風險加權資產有增長，亦都係好正常嘅。最重要係資本內生增長嘅能力係咪跟得上？所以第五步係計算2023年每家銀行資本嘅內生增長率。2023年四家國有銀行資本嘅內生增長率分別係工商銀行7.39%、中國銀行6.89%、建設銀行8.03%、農業銀行7.41%。第六步係計算核心一級資本 CET1 嘅變化，係淨消耗定係淨累積。可以睇到2023年四家國有銀行嘅資本內生增長率全部低於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速，意味着2023年四家國有銀行都係處於核心資本淨消耗嘅狀態。既然核心資本係淨消耗，咁就需要計算第七步，超額核心資本能夠支持幾多年嘅淨消耗。四家國有銀行嘅超額資本可支持每年資本缺口嘅年數分別係工商銀行11年、中國銀行7年、建設銀行7年、農業銀行4年。可以睇到短期內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同建設銀行應該問題不大，而農業銀行應該會係最快要面對補充核心一級資本嘅問題，否則可能要降低規模嘅增速或者限制股息分派嘅比率。跟住做一個四家國有銀行2023年業績表現嘅比較，營業收入增速最高係中國銀行，達到6.4% 嘅增長率。相信原因係中國銀行嘅海外資產佔比最高，受惠美元加息週期下境外業務貸款收益率嘅上升。因此2023年中國銀行嘅淨息差壓力比其他國有銀行低，淨息差只係跌咗16個基點。農業銀行營業收入微增0.03個百分點，主要係靠以量補價，貸款增長14.5%，補償淨息差下跌30個基點嘅影響。工商銀行同建設銀行營業收入下跌，主要原因係淨息差下跌31個基點，而貸款增速就比中國銀行同農業銀行低。股東淨利潤方面，四家國有銀行都錄得正增長，包括營業收入負增長嘅工商銀行同建設銀行，原因係靠減少減值撥備。
咁點樣睇得出盈利增長係靠撥備減少呢？咁就要睇撥備前利潤，又稱為 PPOP。PPOP 只有中國銀行係正增長3.3%，其他3家國有銀行嘅 PPOP 都係下跌嘅。PPOP 下跌而淨利潤有增長，咁就意味着淨利潤嘅增長係靠減少撥備。不過減少撥備亦都要講能力嘅，撥備覆蓋率越高，就要有空間靠減少撥備去平滑淨利潤。農業銀行嘅撥備覆蓋率最高，有304%，平滑業績嘅能力最高。資產質量方面，4家國有銀行嘅不良貸款比率都錄得同比有改善，其中中國銀行嘅不良貸款比率下跌5個基點，改善最明顯。農業銀行亦都有4個基點嘅改善。股息率方面，以現價計算，股息率最高係建設銀行，達到7.88%。農業銀行股息率相對最低，只有6.51%，但農業銀行股息增長3.92%，增幅最大，派息比率32.07%，亦都係最高。不過，如果綜合考慮到超額資本以及資本消耗嘅情況，咁工商銀行嘅派息可持續性能力最強。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支持，再見。